今日初选只是例行检查，诸位小姐不要紧张。初选过了，数日之后就是复选。万幸被王爷选中了，就可以进府做夫人、做妾室，是光耀门楣的大喜事。第一组。 留。第二组，退。把头抬起来。姚夫人在跟你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大胆！你竟敢故意跟姚夫人作对，还不快把手放下！我让你把手放下！祥云样貌丑陋，怕惊扰到夫人，所以才遮掩的。长成这样也敢来选侍，还不快滚！ 是。等等，走吧。难道整个曲梁就找不到一个像他的人？您是信公子邸的姚夫人吧？我是。你是谁？奴婢是来转告夫人，刚刚被您赶走的玄女，和先王妃有7、8分相似。你见过先王妃？容貌相似倒不稀奇，最难得的是气质神韵，举手投足和先王妃一模一样。哦，你是景芳嬷嬷吧？请夫人转告信公子，他的人情，奴婢还了。夫人，那丫头脸上有那么大的印记，就算再像，怕也没什么用处吧？这府里的女人啊，就像这树叶，春天长得再好，
也躲不过秋天落下的时候。奴婢有时候在想，那些挖空心思留下的，和想尽一切办法落选的，到底谁才更聪明？奴婢告退。他是想落选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被赶出来了。为什么？长得丑。啊？这王府的人眼睛都瞎了。还不走？要么你自己进去试试。小姐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可能落选呢？准是那个王八蛋使了诈。坏了，夫人炮都买好了，就等着王府回去报喜呢。还不上来？哦。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不着急。公子，公子，这……哎，我明白。你就是赫连信。大胆！赫连信。咱家心思坚定起，天下人间会相见。锦芳嬷嬷，问信公子安。上次的人情，奴婢已经还了，还请信公子以后不要再来了。哎，来来来。小姐，小姐，王爷，王妃执意要保小公子，我们谁也拦不住他。你怎么舍得抛下我？我也不要难过，要保住好身体，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。原谅我先走一步，但教心思，祭奠献，天上人间会相见。福儿，
这是王爷和小姐的最后一次见面。从那天起，王爷就盼着小姐回来，盼啊盼啊，一盼就是几10年。我和先王妃真的有这么像吗？奴婢陪了小姐10几年，从容貌到性情，没有人比奴婢更清楚。正因为这样，这些年许多公子夫人来找过奴婢，希望通过奴婢这双眼睛，找一个和小姐相像的人，去王爷那里讨些好处。奴婢怕玷污小姐，从来就没答应过。可那天见到你，从容貌到心情，怎么就能和小姐这么像？锦芳嬷嬷，方才呢，我擅作主张，给你请了几天的假。如果你愿意，现在就可以出府休养。奴婢愿随信公子出府，祝青莲小姐中选。嬷嬷小心！多谢青莲小姐。嬷嬷小心，入戏真快。嬷嬷人不错，忠义、厚道，还有姚夫人，漂亮能干，你身边的女人都不错。哎呀，我算听出来了，你是说我自己没本事，要靠女人是吧？我要真这么想，信公子才会高兴吧？你找我来，到底想要做什么？锦芳嬷嬷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为了讨好我父亲呢？别的公子或许是，但信公子你一定不是。王爷治理曲梁并不昏聩，别说是一个像先王妃的女人，就算是先王妃自己，王爷也未必会听。信公子这么多年费尽心思，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贤公子，怎么可能为了这么没有把握的事情而冒险？要不然为了什么呢？我听说，先王妃薨逝没几天，王爷便立了世子。这么多年，世子娇蛮放纵，可王爷依然对其寄予厚望，谁都明白，这是念了先王妃的旧情。可现在，如果出现一个女人取代了先王妃，那么世子的位子还保得住吗？你这话，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明白？你当然不明白，你要能明白，还能是贤公子吗？你这么聪明的丫头，要不是父亲的人，我还真想自己留着呢。那你怎么不留？吕北义都留不了，我又何德何能呢？把一个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，说舍得就舍得，你是真有这么狠心，还是别有安排啊？你不用跟着了。你干什么？你锦芳府，锦芳嬷嬷是老四。青莲小姐，来，快进来。哎，老四。三哥，这气喘吁吁的，大白天的，唱的哪出啊？哎呀，怎么被你这小子看到了？
千万别说出去啊！三哥什么时候变得惧内了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懂的。女人嘛，啊，得有小心眼儿。也不全是这样吧？师妹就不这样。三哥注意身体。妹儿，公子，怎能让公子做这样的小事？这个给你，先给我。在我这儿，没有大事小事，只有你的事。公子笑什么？我刚刚看到老三了，光天化日的，在王府大门口，就把一个女的火急火燎的抱马车里去了。哎，你说这老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急色了？他不是这样的人。王府门口。难道真让姚夫人给找到了？不成，我得去看看。此事若真，封爵之时，说不定封他个昭德将军。刘嫣，去把上回王府赏的雪雁找出来。是。你去哪里啊？信公子邸。你是去看那个女人，还是看老三啊？妾身既然选择公子做夫君，那么承袭王爵的只能是公子，其他任何人都是妾身的敌人，包括三哥。等等，如果你认为最有希望袭爵的人不是我，还会嫁给我吗？青莲小姐，我先教你走路。记得有一次，王爷处理着政务，王妃奉糕点和汤水进出清康殿3次，王爷丝毫没有察觉，而汤也一滴未洒。王爷一直夸奖王妃身轻如燕，姿态端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，你要注意2个重点。第一，这托盘里的碗不能发出声音。第二，这脚下的铃铛也不能发出声音。好，来，这是第6个，各房都坐不住，除了狄夫人和叶夫人以外，都派人来看过。还是狄夫人和叶夫人沉得住气。这其他的小鱼小虾不理会也就罢了。平日里来争宠，公子真的有事，能分忧的又有几个？夫人说的是，幸亏有夫人相助，这是公子的福气。如华，你说公子真的需要我吗？您是说景芳嬷嬷？夫人，公子不是说了吗？说是前几日景芳嬷嬷问他要了只鹦鹉，
他来还人情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再来，典遗属骆荣宇之女骆青莲，参见王爷。说什么？你是没吃饭的吧？典遗属骆荣宇之女骆青孙南莲。春啊，公子，他午膳吃了什么啊？回公子吃的是牛肉。嚯，难怪底气足得像头牛啊！信公子，你又没有见过先王妃，你怎么知道她如何走路，如何说话？如果信公子是想存心刁难，那我不练就是了。啊，青莲小姐累了，就歇歇吧。倒也不是累了，就是觉得胸口闷闷的，觉得这个环境闷得慌，想换一个宽敞一点的。不准！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这公子邸除了公子的且歌院，我这朗月阁就是最大的，我就不信摆不开一个你了。哎，孙南春，我们来猜成语。姚夫人想让我好好的学，那就不得不管我的需要啊。中午我觉得太阳太大，想换个树荫的地方，您不肯。现在我又觉得胸闷，想找个宽敞点的地方，您还是不同意。到底您究竟是怎么想？心怀，心怀？哎，因为你想引开我们。鬼胎。心怀鬼胎？被我说准了吧？你是很聪明，但是你知道你错在哪儿吗？没有一个女人离开她爱的男人，会像你这么平静。异象，别他跑了！天开，异象天开。公子，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呐！四夫人。丫头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撞坏了四夫人，你有几个脑袋赔？四夫人饶命，奴婢该死，四夫人饶命。你起来吧。四夫人，平时您最懂礼数，此时硬闯我朗月阁，恐怕有些失礼吧？我家公子刚得了些血燕，一心拿过来给姚夫人尝尝鲜，这才急了嘛。哦，怎么？姚夫人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血燕我收下了，四夫人请回吧。如画，我看我还是亲自给姚夫人送到屋里吧。啊，你。三哥，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民女骆青莲，叩见王爷。气质、神韵，和当初先王妃入府时一模一样。
也算没白费奴婢这几天功夫。来，奴婢今天也会回王府。青莲小姐若是有什么需要，也算是有个照应。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奴婢对你好，是因为思念小姐。可还有一个人，思念比奴婢多得多，也痛苦得多。王爷，这些年来，奴婢眼看着王爷的这份痴心，从年轻到年老，没有一刻忘记过小姐。王爷在阳间疼着，小姐一定也在阴间疼着。若是有人代替小姐抚慰王爷，小姐泉下有知，一定会欣慰的。我去抚慰王爷，谁来抚慰我？洛青莲道。王爷到。选试开始，众家贵女依名入看。王爷，您看那个。点宝署高守人之女高妙安。小女高氏。这个高守人之女高妙安，赏银10两，以慰辛劳。镜面。各位小姐，请进面，准备入园面见王爷。各位姐姐，我这盆里的水还算清凉，若是大家不嫌弃，就一起用吧。那谢谢姐姐了。怎么了？快起来，让我看看。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
快传一官呐！刘忠贤之。王爷，怎么？有什么让本王惊喜的事吗？不是，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？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慌什么呀？洛青莲把玄女毁了容，怕是活不成了。快去请公子。是。毁容？毁容的，居然不是洛青莲。也罢，左右王府是容不下他。刘嫣，去找公子，请他即刻便去王府。公子在下棋呢。下棋？和谁？右长史袁大人。好极了，立刻去请，告诉公子务必请袁大人同去。哎呦，李大人，你也是为玄女毁容之事而来的？没错呀，自从王爷到了曲梁城，就没有发生过如此嚣张的事。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玄女，竟有如此大的胆子。他都不知道这是要掉脑袋的罪呀！是啊，听说是点一属洛尔荣女家的，叫洛青莲啊！哎呦，走，三位大人。启禀王爷，这就是下毒的玄女。民女洛青莲，问王爷安。刚刚让本王3名玄女毁了容，安。本王怎么个安法？王爷是曲梁的天，就算有再大的事，只要王爷在，天就不会塌。王爷安好，便是曲梁安好。伶牙俐齿，你不怕吗？民女问心无愧，所以不怕。抬起头来。清风拂过脸庞，抬头望，月夜流光，回忆埋藏多少过往。爱恨起伏，民女福儿，问王爷安。红烛光，恋恋不忘，一起疏狂，细雨柔肠。雨雾弥漫，油纸伞，月半弯飘。你回来了吗？你就住在我心畔。风雨远与你相伴，流浪在他乡呼唤，一生一世的相伴。
启禀王爷，3名玄女的父亲在金刚殿外求见，还来了不少官员，求王爷此凶手一死。王爷到！王爷，何事禀告？王爷，小女入王府选侍，一直期盼能得王爷垂青，留在王爷面前替下官效忠。没想到还没见到王爷，竟然先遭谋害，容貌尽毁。请王爷替下官们做主，严惩凶手。请王爷替下官们做主，严惩凶手。都起来吧。你们心里的苦，本王知道。洛青莲，民女在。他们说的话你就听见了吗？民女听见了。你有什么话要说？回王爷，民女也有父亲，民女的父亲也视民女为掌上明珠，所以我很了解众位大人爱女之心。但是这几位小姐真的不是我加害的。大胆！多少人眼睁睁地看见他们用了你盆里的水，立即就毁了容貌，你还想抵赖？怪了，哪个害人之人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毒下在自己的盆里，还当场人赃俱获呢？难道是想自杀？这分明是他的狡猾之处，正说明了他想用这种方法洗脱嫌疑。这就奇了怪了，我若是要洗脱嫌疑，我为什么不悄悄给他们下毒呢？众多玄女落得个死无对证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岂不更好？还有，众位大人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各位小姐是被风吹下来的树叶脏了盆里的水。我又不是诸葛亮的妹妹，我会借东风吗？我还要向老天爷借着刮风下雨吗？还有其三，我与众小姐素未谋面，我若是想要加害，那只能是想要铲除对手。此界玄女有10几位，我只铲除3位，有何用啊？若不是你，那毒水为何会在你的盆中？难道有人陷害你？不是陷害，是想要杀我。只要你说出那个人是谁，拿出证据，我们一定不会为难你的。民女不知。本官刚才差点就信了你，求王爷立即杀了这个巧舌如簧的罪人。罗青莲，这件事牵扯到几位大人，也关系到曲梁官员的心。你若不能指认别人，那本王就必须要处置你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民女明白。既然明白，那你就说吧。王爷，若是民女指证了别人，
那也只是猜测，而且也没有证据。下官多年来兢兢业业，如今小女无辜被害，要是不能严惩凶手，下官还有何脸活在这世上？求王爷赐下官一死！求王爷赐下官一死！王爷，这些可都是曲良的功臣，请王爷三思，万不可因为一个女子而伤了大家的心。你们这些黑白不分的庸人！叶哥哥，快走！哎呦！小姐小心！卑鄙！我是在救你，就算你出得了清康殿，你能出得了王府吗？想被乱箭射死吗？大胆刺客，拉出去斩！不要，不要杀！不要！王爷，王爷！王爷，我认罪，我认罪，都是我偷的，都是我，是我嫉妒，是我不关他的事，我求王爷饶他一命。莲儿，王爷，是我指使的，是我。殿堂之前由不得你做主。王爷。先王妃，若当年并不是因为世子而死，王爷是否还会为他而牺牲自己？放肆！谁准你如此口无遮拦？王爷，死虽然可怕，可是有死得其所一说。先王妃当年是为了生下世子，宁可一死，是他死得其所。而现在，民女也有愿意为之而死去的一人。王爷，如果你觉得民女还和先王妃有半分相似，民女请求王爷，民女请求王爷开恩。让民女死得其所。求王爷成全。陆青莲。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莲儿，不可以。洛青年谋害玄女，罪无可恕。赐王爷，且慢。
锦芳嬷嬷。奴婢斗胆，请王爷和各位大臣听奴婢说几句。锦芳嬷嬷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在府里，你有什么话想说的？蒙王爷还记得奴婢？奴婢当年随先王妃入王府，就再也没有离开过，这一辈子就在王府里过去了。奴婢早习惯了王府，也离不开王府。可奴婢最大的遗憾，就是先王妃离开的早，奴婢未能伺候她一辈子。还记得这些事儿，很好。很好，小姐待奴婢好，这么多年，奴婢从未忘记过小姐。各位大人，王爷思念先王妃不假，但绝不会因为青莲小姐的长相对她网开一面。青莲小姐虽亲口承认了罪行，但如你们所见，认罪之事也是迫不得已，真凶肯定另有其人。奴婢虽然与青莲小姐相处不长，但奴婢相信，她绝对不是阴险歹毒之人。奴婢知道，空口无凭，无人能证明青莲小姐的清白。如果无法平息各位大人的怒气，那就让奴婢替青莲小姐谢罪吧。